民法典让法律 easy 一点，让烦恼少一点。老板，我的钱都被骗了。是被谁骗了？贵妇奈奈啊！我知道他公公跟婆婆最近回来投案了，为什么被他们骗？就他们的医美行业啊，不是说稳赚不赔吗？那么好赚，我干嘛不去赚？哦，所以你是被名人加持给骗喽？你总共投了多少？所有的存款都进去了啊！我知道他可能10亿而走，没关系，我们帮你找专家来解决哦。民法典让法律 easy 一点，让烦恼少一点。哎呀，惨了，委员，我们这个新来的小编小二，好可怜哦。出了社会到现在的好不容易一点积蓄都被名人给卷走了。就是啊，你记不记得我还在任的时候，我们常常收到老百姓的请愿然后就讲说这个一生的积蓄，还包括退休金，林林总总的全部都被诈骗了。是，现在台湾在全球有名对，说是诈骗天堂可是去年我记得才说我们这个总涉及诈骗金额才80几亿。结果这个贵妇奈奈他们家随便卷就卷了10几亿，所以实际状况更严重咯。你如果看最近新闻出来，还有一个房潮，它光是它的金额说是在柬埔寨，然后投资房地产，光是它的金额就97亿多哇，这个真的是也是很夸张。所以其实诈骗的状况是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是很多的人他的一辈子的积蓄呢都化为乌有。而且我觉得它这里面有个样态是，最近这种名人诈骗或冒用名人诈骗很多。之前我们有聊过冒用名人诈骗，但现在名人自己都下场诈骗。那这个案子，贵妇奈奈当时可以说是红极一时。那她叫苏成瑞，她的公公叫黄立雄，婆婆叫黄林丽珍，全家人都是诈骗集团总共卷了10亿。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最恐怖的地方，第一个是他是不是刑责很轻呢？他是用什么法条？为什么感觉起来这种事情层出不穷？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的监管力道是不是很弱啊？他这么公然吸到10亿了，没有主管单位解决，所以这下面的法律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可以。贵妇奈奈，我记得前一阵在网络上面也有媒体朋友直接找到他，然后也有拍摄他在加拿大的住所的，我相信观众朋友其实都有看到。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他的这个行迹已经曝光了。曝光之后，那当然倒他的应该不是只有白道而已嘛。那黑道，那他是不是能够这个解决？透过他所卷款潜逃的这一些的款项呢，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大问号。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啊，因为有这样的威胁，所以他的这个公公婆婆决定回来台湾，因为毕竟台湾如果相对于其他的国家，好像刑责比较轻因为大家记不记得那个 FTX 呢？在美国呢，被判的刑度呢是等同于大概30年左右所以你可以想，你的一辈子大概都是在监牢里面，所以不划算嘛但台湾的话呢，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因为我们在提到冒名诈骗的时候，也有跟观众朋友分享，观众朋友可以去看我们过往的民法典里面有分享。但简单来讲呢，如果是一般的诈欺呢，那当然就是5年以下可是呢，如果你是透过加重，什么叫做加重呢？就是刑法339条之4的第1项，如果你是用公务员的名称或政府机关，比如说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他用这个黄天木，对，隔天他就把它撤掉了因为这个的话就加重，他会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你是3个人以上，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车手。你看到的其实就是加起来，比如说贵妇奈奈啦，他这个公公婆婆啦，这些加起来其实都超过，所以他会用这个加重，所以他等于是也是集团性的诈骗的，对，所以他才会加重。这个339条之4呢，其实基本上它就是加重的诈欺罪。然后还有呢，他讲说，即便你不是3个人，单纯你一人所为的话，你是透过这个广播啦，透过网际网路啦，然后透过传播，然后向公众散播的话，那个。也就是加重，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在 LINE 上面或者在社群网站上面的这些的诈骗的行为，其实都会掉入到加重的情形然后另外这个就是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合成的。观众朋友，现在 AI 呢已经进步到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像过往呢，可能是在文字方面，可能在影像方面，可能在声音方面，现在 AI 已经进步到一个程度呢，它是可以模仿你的人。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对方没有出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喂，因为他都在收集你的这个声纹那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只是暂时的观众朋友，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民法典的部分呢，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些比较
清楚的概念。是相关的法条规定，我们待会再谈。我们先讲诈欺罪。司法院它的这个统计的数字上面呢，它就有公布哈，实际上面你是诈欺的案件啊，到109年总共1266件了哈。观众朋友，你相信吗？恐怕不止吧哈。那但是呢，你来看它的刑期的部分，它判有期徒刑的呢是只有判827件，也就是说1000多件里面只有800多件他被判他要坐牢而已。然后你看呢，在坐牢的这个件数里面呢，最低的刑度的是坐2个月，然后呢，最高的刑度他判的是3年10个月。观众朋友，你看啊，所以你是不是也等同啊？也等同是让老百姓觉得说，哎呀，如果我可以诈骗到10亿，然后判出来的是只有这样子的话，好像你去做2个月可以赚10亿，你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教育。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诈欺案件加重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有579笔，这个数字看起来就不太对了哈。然后呢，他讲说最低刑度了呢，1年的115件，平均是1年3个月。好，那最高的刑度只有判到4年10个月，只有1件。OK，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的这个统计呢，尤其我们碰到现在呢物价高涨，好，然后老百姓的实质薪资没有提升，那铤而走险的年轻人会不会有？其实不止年轻人了，就是为了家庭、为了家人铤而走险的人会不会有？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我们是只有从刑法的角度上面来讲。刚刚历史哥讲到一点很重要的，有犯罪的态样。对，如果犯罪的态样牵涉到另外银行法的规定的时候，它的刑责它又更重。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司法院对于银行法29条违反的，像吸金啊这些违反的规定的量刑的数据出来。是，那个的量刑的部分，理论上因为它的法定的刑期是比较重的，可是当你司法院的统计数字出来呢，是比较轻的诈欺罪的这个统计的话，你是不是也等同于告诉民众，你只要坐牢坐个1年，然后你就可以坐享97亿吗？但事实上不是，因为它还会牵涉到你的违法所得会被没收。对。可是当他的判决的结果呢，没有这样子如实的公告出来，会不会有很多的对于法律不了解的，我们讲法律小白？他会以为说，哇，台湾真是个诈骗天堂哎！现在好像已经被认为是诈骗天堂。是啊，其实我看到贵妇那这个案子，因为他已经闹腾很久了。对。可是最可恶的地方是，这么有名的人吸了这么多的钱，10亿，这么多钱他不可能都藏在家里吧？10亿换成现金，就算扔在家里面，得吓死人。所以不太可能藏现金。那在从金管会这一端，他看到他异常的这个资金来源不明。逻辑上不是要通报啊？所以我们在你的这个历史一起秀里面，我们其实也有提到过，主管机关呢，到目前为止，它规范谁？它规范善良的老百姓。对哈。那尤其他规范善良老百姓的时候，他很有成就感。因为他一个命令下来，一个指令下来，你就乖乖的去做。他 know your customer， 然后他说你要所有东西都先给这个银行看，可是他对违法的人有没有办法？软弱无力啊，没辙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透过这些人头的账户，然后他去转这个钱，然后再加上现在有虚拟货币，对不对？然后这些被抓到的人就宣称啊，自己是个人的这个币商。一发生之后，日本的政府马上把冷钱包、热钱包切割的部分马上就冻结。你台湾做了什么？你什么东西都没做。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台湾诈骗横行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不彰。然后行政机关常常会用一个借口，就是说，哎呀，你要修法啦。修什么法？现行的法，我跟观众朋友报告，现行法就有规定的啦，银行法29条。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类型，不管是贵妇奈奈也好，或者我们讲说台湾防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案件，全部都会掉入这边。他说除法律定有规定外，你可能觉得说什么叫做除法律定有规定？观众朋友，他就是讲啊地下钱庄。对。然后他说，如果你是经营收入存款，或者是你受托经理这个信托的资金，然后你也不可以，只有他指定的信托业才可以啊。然后或者是你受托公众的财产，就是说大家呢把这个财产呢托给你管也不行哈。然后或者是你办理国内外汇兑的业务，什么叫办理国内外汇兑业务？就是观众朋友你可能会常听到会有
这个黑市啦，比如说你这个要去东南亚，假设你要去泰国，那你可能把钱在这个台湾新台币给他，然后他给你一个单子，你到泰国在地找哪里，你就可以拿这个台币。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在银行里面去做汇兑嘛，对。可是当他们的金额很大笔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可不可以？按照银行法的规定，它是不可以的哦。如果你违法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他还可以科你1000万、2亿元以下罚金，重不重？很重。那如果你的金额超过1亿，加重，它加重，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科2500万元以上5亿元以下的罚金。观众朋友们没看错，这个是法条的规定。还有一个规定跟你讲，有时候大家觉得说，这些的法律名词很模糊啦，可是跟大家讲，他说呢，什么样子的情形呢会被认定是收受存款？我是跟你借钱，可不可以？不行。民间的用词就是你可不可以放高利贷？答案是不行的。然后收受投资，那或者是说让别人加入成为你的股东，或者用其他的名义他来吸金。简单来讲，向大众吸金，它就是不可以的。所以它一个条件是要向多数人或不特定人，他是收受这些的款项，然后他吸收这个资金，然后他就约定说，我会给你的这个是跟本金呢是显不相当的，不管他用的名字是说红利也好、利息也好、股息也好，那你就是违反银行法的规定。所以其实贵妇娜娜这个事件来看的话，她跟她公公还有婆婆显然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的一个部分。虽然当然还是要等法官来判了，但是如果他的样态上是有这样的违反，有我们刚才解释的这些样态的话，那他就我相信这个检察官这个会起诉。我们知道实际上面按照媒体披露的情形的话，现在检察官呢是已经有交保啦，有让交保，交保的金额50万的这个部分他有交保，然后呢对于他有限制，他就是出境啦，等于说禁管的部分，对，有禁管的部分啦。然后另外呢对于违法的所得呢，这个检察官也有主张，就是说这个应该要没收嘛。所以观众朋友并不是说你去当车手啊，你将来只要像我们刚刚司法院统计的，好像你去关个2个月，甚至我们讲6个月以下，他可以1科罚金，然后你认为说你可以用少少的钱，多了一个前科记录而已，然后你就可以大赚一笔，但实际上面并不是这个样子。是啊，所以我想这个贵妇奈奈的案件呢，当然还在审理跟调查当中了。不过它的整个犯罪的样态跟形式，其实我看照目前所揭露的资讯，还有包括检调的相关发言，应该是蛮罪证确凿的了。好，那当然我们希望早一点把贵妇奈奈这恶徒嘛，给早日缉拿过来，包括还有她男友据说也是有涉入了。就像刚刚委员说的，千万莫存侥幸之心。对，那当然我们要呼吁就是有关单位就是相关的诈骗的漏洞一定要早日补上，不然就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样态，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那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打开小铃铛。那更重要的是呢，可以帮我们做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或者是你有关注什么案件。好，那更多的案件，我们更多的法律知识在法律这个上面跟星辰大海没有两样，因为现在越接触越觉得根本聊不完。你现在已经变专家了？没有，不敢当，我现在还在被告了。下次搞不好可以拿我的案件来聊一聊开玩笑的。好了，那我们的这个民法典，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了。我们今天谢谢委员，谢谢历史哥，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好，下一期相见喽，拜拜，拜拜。观众朋友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记得追踪每周都会更新一集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